看到老公和别的女人一起出现在那条朋友圈里，那一瞬间我突然就释怀了。10年感情，到底抵不上白月光。我淡然地拿下手上的婚戒，决定不要他了。只是没想到，在离婚后，他却又像疯了一样来追我。可惜这次，我不是他能追上的人了。我老公的前任发了一条朋友圈，是一个男人系着小猪佩奇围裙，低头温柔做饭的小视频。一旁明媚动人的女子踮起脚尖，给他温柔地擦着额头上并不存在的汗。他的配文是：何其有幸，能找到在生日这天会给我亲手做长寿面的你，林先生。这是我们的第10年哦。那一刻，我爱了他整整10年的心忽然就死了。我看着桌子上已经化了的奶油生日蛋糕，默默地笑了笑。原来不是他记不住这些日子，更不是他不注重仪式感，只是我从不是那个他心心念念的人罢了。看到这条朋友圈，我奇异的没有生气，只是觉得索然无味，就像是我和林征3年无趣又无爱的婚姻。我随手给他点了个赞，然后又顺手截了个图，接着就把手机随手扔到了一边，摘下手上的婚戒放在了桌子上。我环顾这个自己住了3年的婚房，忽然发现这里空得吓人。里面的装修和陈设全是我自己设计和操心的。林征总是说自己忙，装修的时候一天都没管过。可是现在看来，这里的东西似乎一样都不是我自己的，因为这里全都是我按照林征的爱好设计的。原来我在婚姻里这么没有自我呀！我站起身，扔掉了桌子上已经化掉的奶油蛋糕，就像是扔掉了我和林征已经过期的婚姻。我拿起手机，给林征发了一条微信：离婚吧。他这会儿美人在侧，估计一时半会儿也看不见。想着还有时间，我去了卧室，把自己的东西全部收拾了出来。等再次出来，我只拎了一只皮箱，发现自己的东西竟然少得可怜。最初几年是陪着林征闯事业要省钱，后面公司好了，能赚钱了，这个永远替他节省，为他省钱的习惯却一直没有改变过来。到头来，衣服都没给自己多买2件，呵，真不值啊！到时候跟林征离婚的时候，一定要跟他多分钱，把自己这么多年的损失都补回来。卫生间、客厅里的东西，我能扔的都扔了。等到一切处理完上路，已经晚上10点多了。我拿起手机，点开微信，上面没有任何消息提示。林征果然还没有看到啊！我自嘲地笑出了声。原来不管是我曾经的深情和现在的告别，都是这样的自以为是的独角戏，无人关心和在乎。以后再也不做这样的傻子了。轻轻地关上了门，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没想到的是，离开的路上竟然出了车祸。我开的车被一辆保时捷追尾了，里面的人是个5大3粗的男人，十分嚣张，叫嚣着要让我把家底赔穿。其实我才是受害者，是他没保持安全距离撞了我。可他偏偏要说是我好端端地要刹车，是我故意碰瓷。我知道他其实就是看我看的车一般，又是个女人，所以故意虚张声势吓我。碰到这样胡搅蛮缠的人，我报了交警后，想了想，还是找了个人过来帮我。说来也可怜，和林征结婚这几年，我和以前的朋友都没怎么联系了，家人更不在身边。看遍通讯录，一时之间竟然找不到一个人来帮我。忽然微信上弹出一条信息：宁宁，生日快乐哦，是周曼，我唯一的好朋友。还以为他睡着了呢，结果原来他还记得我的生日。周曼接到我的电话，几乎是飞奔过来的，一看到我狼狈的样子，就连珠炮地道：
那该死的肇事者在哪里？该死的，竟然害你受伤了！看我弄不死他！该死的，你受伤了，怎么不知道去医院？那该死的林征呢？他死哪去了？怎么不来看你？我看着他，没有说话。周曼像是什么都明白了一样，心疼的把我抱到了怀里。没事的，我来了，宁宁。周曼跟保时捷司机对骂了5分钟，没过一会儿，又有一个人过来帮忙，是他的堂哥周长安。我看到周长安的时候一愣，感觉好久没看到他了。以前大家都是在一个圈子里玩，后来我和林征结婚，就听说他出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来了。周长安的出现让保时捷司机的气焰下降了不少，毕竟周家的小公子，谁都要给几分薄面。况且于理于法都是保时捷司机自己做错了事，处理完这边的事情，周曼就让周长安带着我们去了医院。一路上都是周曼在骂林征，自己老婆出事了也不知道接电话，到底死哪去了？我才知道周曼竟然还给林征打了好几个电话，对方却一个都没接。周曼看着我的脸色道：“宁宁，你不要伤心，明天他接通电话，我好好帮你骂他一顿。今天还是你的生日呢。”我淡然道：“不用了，曼曼，无所谓了。”真的，说出这句话，我像是用光了所有的力气。周曼还想说什么，好在已经到了医院，接下来就是进急诊、打 CT、上石膏。等到一切弄好，已经后半夜了。大夫让我住院观察2天，顺便消炎。我让周曼回去，她死活不干。男人靠不住，可咱们姐妹是一辈子的。宁宁，我守着你，别怕。我不怕的，在我一个人熬过这么多年的日子里，我早就没什么害怕的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周曼陪在我身边，这一晚我难得睡了个好觉。再次醒来，是被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吵醒的。周曼坐在我身边，心疼地看着我：“宁宁，那个该死的林征还没有回电话，他是不是出国了呀？那边有时差。”我摇了摇头，点开了林征前任苏婉容的朋友圈。靠，渣男，他咋这么贱呢？还去给别人做饭，他知不知道昨天也是你的生日啊？我呸呀他！曼曼，我准备离婚了。我的话一出，周曼就愣住了，她眨了眨眼睛，不确定地问道：“你真的想好了？想好了？舍得，舍得的。”我知道周曼为什么这样的反应，这么多年我为林征都做了什么，他都看在眼里。可我是真的设下了，这么多年的教训让我清楚地知道，一个人的心暖不热，那是真的暖不热。我已经28岁了，在他身上耗了10年，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蹉跎了这么久，我要学着放过自己了。以后的日子，我要为自己好好活了。周曼望着我，看我确实是一脸坦然的样子，然后她忽然笑了：“恭喜你，宁宁，终于想通了。我早就看出那个渣男的本质了，真不值得你对他这么好。我就是心疼你，陪着他走过那么难的日子，一双手都变成了大妈手。现在他的公司好不容易上了轨道，能赚钱了，你却要放他离开，我是替你不值啊。”“是啊，确实不值，但是再纠缠下去，也只是心有不甘罢了。爱没了就没了，没事的。宁宁，到时候我帮你请个好律师，我们狠狠地要他一笔钱，绝不让你吃亏。”“好。”我听着周曼的话，开怀地笑了。没有爱，有钱也不错。接到林征电话的时候是中午11点半，正是饭点。周曼去帮我打饭了，手机在床头充电，我没受伤的右手还在输液，好不容易才把手机接通。对面的声音里透露着明显的不耐烦：“怎么这么才接电话？下午我妈让我们回去吃饭，
到时候我来接你。我心下好笑，这人是瞎了还是根本就没注意到我给他发的微信，还让我回去陪他那个难缠的妈吃饭，每次回去都要跟我立规矩。以前我都忍了，现在都要离婚了，我凭什么还要忍？让苏婉容去陪他吃吧。江宁，你怎么不说话？听到了吗？林征，我听到了，但是我不会去的。我们离婚吧。对面安静了1秒，然后道：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江宁，我说过你最好不要用这个借口跟我闹脾气。苏婉容不是回来了吗？你怎么知道？对方又是一个停顿。我们离不离婚跟他有什么关系？是的，没有关系。可是林征，你不爱我，对吗？不要耽误我了，好吗？不爱我的话，就放手吧。林征，我累了。周曼回来看我脸色不对，嗫嚅着唇，小心翼翼道：宁宁，林征给我回电话了，我把他骂了一顿，你不会生气吧？骂得好，帮我好好骂那个渣男。周曼瞬间笑了开来。宁宁，原来昨天晚上你说离婚不是气话，对，不是开玩笑，我跟林征已经说过了。那他是怎么回的？他说他想想。是的，林征说他想想，让他考虑一下。我们之间确实没有爱，或者说林征从来没有爱过我。让我们结婚的原因，大概是林征的怜悯和愧疚。一个女孩子无怨无悔地陪他这么多年，让他不敢辜负。大一的时候，林征多么光彩照人啊！家庭优越，天之骄子，是许多女孩心中的白马王子，也是我的。可惜他有女朋友，还是学院的院花。那会他们是多么般配呀！连老师都说他们是金童玉女。可惜一切在林征大4那年变了。林家遭受经济重创，林父跳楼身亡，林征的母亲顾女士遭受打击过重，一夕之间生了重病。最可恶的是苏婉容在他最难的时候还跟他分手，出国了。那会的林征多惨呐！从天之骄子一下子跌倒了泥潭里，再没有人为他遮风挡雨。他每天忙着赚钱给他妈治病，差点连毕业都毕不了了。我在那会儿做了什么呢？帮他做毕业设计，赶毕业论文，帮他毕了业。后来为了追随他的脚步，远走他乡，跟着他来了这个陌生的城市。为了帮他创业，帮他一起挣钱给他妈治病，我那会儿遭了多少罪呀！为了省钱，我们住在10几平方米的棚户区里，每天我会趴在地上吹着煤炉子生火，把自己变得满脸黢黑。没有洗衣机，为了给他洗衣服，在北国的冬天里，我硬是把自己的一双手洗成了一对肿胀的红萝卜。现在想来，一切的付出都是我的心甘情愿。林征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什么，他只是习惯于我的付出，不爱我，又舍不得放开我的好。他就像是陷在沼泽里的人，想抓住我这个唯一的救命稻草罢了。因为除了我，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人爱他了。后来他创业成功了，他手下的装修公司成功地搭上了房地产腾飞的那条大船，一夕之间变成了商业新贵，出去谁都要叫一声林总。他成功了，他的母亲顾女士却看不上我了，每次见我都对我挑3拣4，觉得自己的儿子应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人。可是他忘了，要不是我没日没夜地替他挣钱治病，他哪里还有命来数落我？到底林征没忘。3年前，我25岁的时候，他还是跟我领了证，但是那只是一个证书而已，没有婚礼，没有任何仪式，甚至没有一枚戒指。他以为给我一个名分，就是还了我的恩情。可我要的真的是一个名分吗？不得不说，商人的效率就是高。第2天我就收到了林征的电话，他同意离婚了，真急切呀！
想必是恨不得马上和苏婉容双宿双飞吧。我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办了出院。我让周曼帮我临时找了个公寓住了下来。新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地理位置很好，我很喜欢。接下来的几天，我频繁地接到他律师的电话，这就是和有钱人离婚的麻烦，各种股票、房产、期权和金钱的分割。10天后，我的手拆了石膏，也到了我们去离婚领证的日子。在等待叫号的时间里，林征转过头看向我：“你的手好了吗？”原来他知道我出车祸受伤了呀。这声关心来得可真迟，可惜我的心已经不会为他的态度受伤了。好了，能提能动，没问题。我那天不知道是你的生日，我知道记不住我的，却能记住别人的，无所谓了。对不起，江宁，我对不起你。林征的话音落，我抬起头，认真地看向他。是的，林征，你对不起我，记住你对不起我。我的话像是吓住了他，他定定地看着我，眼中流淌着我看不懂也不想懂的东西。半晌，林征才又道：“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提出来，我可以补偿你。”呵，不用了，你给的钱足够我好好挥霍一辈子了。以后你要是遇到什么事，也可以来找我。我听到这话，置若罔闻，没有回答。不可能来找你的，林征，就此一别，再没有干系了。很快就轮到了我们的号，手续比想象中简单，红色的本子换成了紫红色的。走出民政局，我拿出手机准备叫个滴滴，林征在一旁问道：“我送你？”我摇了摇头：“不用了，那我陪你等车。”我奇怪地看了一眼林征，由着他去了。叫到的车有点远，还要等几分钟。忽然听到林征又问道：“以后你有什么打算？”我随意地答道：“不知道，也许会去别的地方走走，也许会再找个人恋爱、结婚。我没打算单身一辈子。”林征不自然地低下头，然后咳了一声道：“那你这次一定要找个爱你的。”我抬眸望向林征：“那是自然。瞎了一次眼，总不能瞎第二次，那最好。也祝你和苏婉容早日修成正果。”我的车来了，走了。江宁，其实我和婉容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毫不留恋地坐上了车。至于他和苏婉容到底是怎样的，不关我的事了。车子掠过林征，朝前开去，就像我的人生。离开了他，也朝前走了。晚上，周曼约我去酒吧，说要庆祝我成为单身富婆。去了地方，我才发现自己上了这位周小姐的当。酒吧包间里排着一水的长腿大帅哥，差点没把我的眼睛亮瞎。曼曼，你这是干什么？嘿嘿，第一次来吧？姐姐让你知道什么叫人间极乐。这是我给你特意安排的节目，庆祝你成功甩了渣男，成了单身小富婆。这些帅哥你随便选，要不全点也行。看我一副懵了的表情，周曼大手一挥道：“算了，今天姐妹儿高兴，你，还有你给我留下来。”说完，就左右搂了一个小伙子，给对方灌起了酒。这里显然不是我的场子，即使离了婚，我还没有放开到这个地步。最后是一个电话救了我，没想到周长安会给我打电话。我接通之后才知道，他帮我把车拉去 4S 店修了，现在修好了。他问我在哪里，好把钥匙还给我。看着被4个帅哥灌得醉醺醺的周曼，我如实地说了地址。他要不过来，我怕我今天弄不走周曼。周长安听到我和周曼在这个地方，语气一顿，告诉我不要乱跑。他马上过来。在周曼和帅哥们划拳的时候，我包里的手机响了3次。顾女士可真是锲而不舍呀，
不知道我和他儿子离婚了吗？还给我这个他瞧不上的儿媳妇打电话干什么？电话来得太烦人。最后一次，我忍不住走到走廊上接了起来。江宁，叫你来吃饭你不来就算了，你怎么现在连我的电话也不接了？我看你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我给你炖的都是补身体的东西，不补身体你怎么给我生孙子？一上来就是质问，又是这样的语气，又是这样的说辞，我忍不住提高声音道：“是顾阿姨呀，顾阿姨，是的，顾阿姨，我跟你儿子离婚了，以后那些补汤麻烦你熬给他喝吧，他应该会很需要。”喂，为什么？江宁，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没有误会，顾阿姨，我们离婚了。至于原因，你问他吧。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他妈就留给他应付吧。我是1秒钟的话都不想和他多说了，没想到转过身，差点被一个胖子抓住了手。小姐，过来玩多少钱呢？我冷道，尊重点，我跟你一样是出来玩的。玩？你一个女的玩什么？胖子一脸的不可置信，怎么不能玩？有钱不就行了？江宁转过头，我心中骂了一句卧槽，什么缘分让我在这里碰到前夫的？你怎么在这里？林征的脸上不是很好看，双唇抿得很紧，我知道那是他发怒的前兆，我看得有点可笑。生气？他有什么可生气的？隔壁的门忽然推开，一个小鲜肉的头伸了出来，看着我道：“宁姐姐，快进来喝酒。”好，话音落，我的右手就被人扯住，大力地拉向了一边的走道里。江宁，可真想不到啊，你竟然来这里了。林征的话带着咬牙切齿的味道，可我没心思揣测他的心思，因为我没怎么好拳的右手又被他弄疼了。我生气地抽了他的右手好几下，让他松开我。这只能说明你想象力不够丰富。我没好气地说道。林征冷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来这里干什么？出来玩？这里是什么好地方？”我被林征的话气笑了。怎么，你能来玩我就不能来？这是什么地方？你不是比我还清楚吗？林征，你现在有什么资格管我？记得吗？我和你已经离婚了。听到我的话，林征像是被我的伶牙俐齿惊到，面色难看到极点。是啊，我从来没有在外面和他这么大声说过话，在以前的相处过程中，我对他只有体贴和关爱，有时间我甚至觉得我比他妈对他都要好得多。可是凭什么我得一直这么对他好呢？有的东西一旦被收回，就再也不会有了，就像我对他的感情。过了一会儿，林征像是终于记起自己跟我已经离婚了，整个人退后一步，看着我冷冷道：“你确实可以玩，这是你的自由，但是江宁，你记住，有的男人就是喜欢接近你这样的单身失婚女青年，尤其是你还有点钱。江宁，看好你的钱包，要不然等你老了，恐怕连养老钱都没有。妈的，诅咒我！渣男！”这一刻，我差点气到爆炸。看看他多厉害呀，多有能耐呀！跟我离婚后，还要以这样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对我的生活进行指点，告诉我有多蠢，多没脑子，才会被人骗。可是他到底凭什么呢？我仰起头冷淡一笑：“林征，你管我？我在外面玩，被骗钱也好，被骗色也罢，都是我乐意的。我就喜欢给小帅哥花钱，你不也给外面的小妖精花钱不手软吗？谁比谁高贵来着？”说完，我狠狠瞪了他一眼，转身就回到了包间。臭渣男，不知道以前来了多少次这个花花世界，我这还是第一次来，想一想也太吃亏了。这次我也搂着小鲜肉喝了不少酒，及时行乐不是吗？谁不会呢？混蛋，
凭什么离了婚了还要以那样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来指责我？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只是喝着喝着，我搂着的人就变成了周长安，周曼的堂哥。我怎么会抱着他呢？不对，他怎么会抱着我？他不是来接周曼的吗？周曼在旁边的沙发上，他怎么就没看见呢？第二天，我是在自己公寓的床上醒来的。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了摸自己的衣服，还好，虽然皱皱巴巴的，但是还好是完整的。看来自己没有凭着昨天的酒精干什么禽兽不如的坏事，真是谢天谢地。走出卧室，我就看到桌子上放着炖得软烂的小米粥，放在保温饭盒里，还是热的。这是哪个好心人干的？周曼，他能做出这么细心的事情？还好一旁的桌子上放着一张4纸，解答了我的疑问。4纸上写着龙飞凤舞的几个大字：醒了就喝点粥，对胃好。落款是周长安，这是周长安熬的。是了，昨天是他送我回来的。一瞬间，昨晚上被我忘掉的回忆全部又涌入了我的脑海。周长安来接周曼，顺便也抱着我上了车。出去的时候，我们还碰到林征，他们2个人好像还争了几句什么。再后来，我能回忆起来的就是周长安那双多情的桃花眼，那双眸子真好看呐，就像是我小时候外婆家门口的那汪泉水，干净的让人想喝一口。使劲想了半天，我发现自己应该没对周长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拿出勺子喝了一口小米粥，出乎意料的好喝，正适合宿醉后的人。我找到手机，想跟周长安说声谢谢，就看到手机上有5个未接电话，全部来自林征。真奇怪呀，以前在一起的时候，他可是从来不会主动给我打一个电话，现在离婚了，反而关心起我来了，真是太搞笑了。现在的我已经不需要他的关心了，合格的前任就应该跟死了一样。我把林征的电话和微信全部拉到了黑名单里，然后找到周长安的电话，给他发了一条感谢短信：谢谢你的小米粥，很好喝。发完就把手机放到一边，结果手机很快又响了起来，是一条微信好友申请的通知，备注是周长安，想必是有话要跟我说。我点了一下同意了。一通过，周长安的信息很快发了过来：小米粥还热吗？温度刚刚好，谢谢，不客气。下午一起吃饭好吗？妈妈也一起。他说你喜欢吃香菜，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我带你们去尝尝。吃饭，想到下午我还有事要做，想了想我还是回绝了，今天就不过来吃饭了。我还有点事，下次我请你们吃好吃的，是该请他吃饭的，毕竟手里的小米粥味道不错。而且昨天吵架他好像把林征吵赢了，于情于理都该请他吃饭的。周长安的微信这次回得有点迟，很久才发了一句：好，那就明天吧，我和曼曼明天应该都有时间。我看到回信差点笑出了声，真有意思，哪有人主动定时间让别人请吃饭的？一瞬间，记忆中那个拿着足球、一脸张扬自信的青春少年和现在的周长安重合了。原来他没有变啊，还是一如既往的霸道。不过明天就明天吧，反正明天正好也要约曼曼一起出来的。吃饭的时间就这么愉快地定下了。再次出门已经是中午了。其实我今天也没什么事，只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毕竟自己现在是离婚单身小富婆了，像是要弥补过去的自己。我去商场一顿买，刷卡的时候一点也不手软。其实和林征结婚以后，在金钱上他也是从来不亏待我的。但是我总记得那会他赚钱的时候多难，
他的创业启动资金是我们从牙缝里、手心里一点一点省出来的。我心疼他，舍不得在这些华而不实的奢侈品上浪费钱，忘记了自己其实还是个20多岁的年轻女人。可是我那么省，却总能在苏婉容的朋友圈里看到昂贵的礼物、大牌的包包、首饰、衣服。所以呀，男人的钱自己不花，就会有别人帮你花的。可惜我明白的有点迟，好在我才28岁，年纪不算大，包包里也有钱，一切还来得及。购物完，我又去了趟美容会所。那是一家连锁店，服务各方面都很好，自然价格也不菲。当时我也是舍不得办的，还是周曼硬拉着我才开了卡。现在想来，还是周曼想得明白，看得透彻。许久不去，没想到店长还认识我。江小姐，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来呀？最近是不是熬夜了？看您的皮肤状态有点不太好，给您做个脸部护理吧。好，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觉得店长说话还是委婉了。我这哪里是皮肤状态有点不好，是非常不好了，缺水、暗沉，一副黄脸婆的姿态。我对自己真的是太不好了。我让店长给我从头到脚都安排一下，我要好好对自己，要做光鲜亮丽、青春活泼的小姐姐。美容师的手艺不错，话也少，闻着房间里面的淡淡的安神熏香，我很快就放松地睡着了。再次醒来，美容师刚好把项目做完。江小姐，把您这个睡眠质量保持下去，再多来做几次护理，您的皮肤会很快会恢复最佳状态的。我笑着道：好，那我回家好好睡觉。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是要紧致一些，也白了一点，但是我感觉还是缺点什么。我暗暗下定决心，回去一定好好睡觉，每天把面膜做起来，穿好衣服往出走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苏婉容。她似乎刚进来，正在笑着和店长沟通做什么项目。苏小姐，您的皮肤可真好啊，又白又亮的，看上去就像是18岁的小姑娘，真的好有光泽呀。苏婉容一旁的好友道：哈哈，齐店长，你不知道，他是人逢好事精神爽，每天滋润在爱情里，皮肤状态能不好吗？哇，那恭喜苏小姐了，是该恭喜，说不定过几天就能吃到她的喜糖了。嘻嘻，你胡说什么呢？哈哈，我才没有胡说呢，要是他没那想法，离婚干什么？原来如此啊，皮肤好、精神好的秘籍原来在这。我看向走廊里的镜子，终于知道自己脸上缺少的东西是什么了，是爱，是精神气。这是我阔别10年后，在现实中真正见到苏婉容，不同于朋友圈照片里见到的，除去滤镜和美颜，原来她还是那么好看。感情中受到偏爱的人就是这么幸运，不光是男人，就连时光也格外青睐她。忽然之间，我的心很空，我也想要人好好的爱我，被偏爱，被宠爱，被坚定的选择。离开美容院，我就回家了，全程没有和苏婉容打照面。说实话，我并不恨她，或者说已经无所谓了。在爱情和婚姻里，让我受委屈的是林征，男人的心不在我这，与他又有什么关系呢？没了苏婉容，也会有刘婉容。第二天请周长安的那顿饭，我到底还是爽约了。我订了第二天一早的飞机去了云南，我想去那里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周曼在电话上对我一顿狂轰滥炸，然后他订了下一趟飞机赶过来找我。曼曼，你不用特意来陪我的，我愿意不行吗？周曼一把搂住我的胳膊，自己的姐妹儿自己宠，况且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我哭笑不得。你跟来就为了让我还你一顿饭？周曼眨了眨眼睛。我哪能这样啊？咱俩谁跟谁？这不是还有我堂哥吗？周曼拉着我停在了出站口，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剑眉星目的男人拉着2个行李箱出来了。周长安，你怎么来了？周长安脸上挂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有的人不是说要请我吃饭吗？我觉得这顿饭在昆明吃也不错。可是不等我说完，周曼就拉着我往出走。什么可是啊？我们2个正好在家里待得无聊，就当休假了。话说咱们多久没有一起出来玩了？是有好久了。那不就得了？机会难得，大美云南，我周某人来了。周曼和周长安的到来，在我的计划之外，尤其是周长安。但是他们2个的到来，却正好安慰了我孤寂的心。在我18岁的时候，我失去了所有的家人。其实来云南，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散心了。这里是爸爸一直说，等我考上大学后，他想带我来旅行的地方。可惜，没等到那天，他就永远离开了我。周长安是个很好的玩伴，他知道所有好玩的地方，能带着我们找到一个城市里隐藏在最深处的地道美食。跟着他，这趟旅行是赚到了。我忘却了所有的烦恼，就像是回到了18岁那个夏天，一切悲剧都没发生的日子，一路上都很美好。只是去玉龙雪山的时候发生了一点意外。玉龙雪山上的雪比想象中大，下山的时候我一脚没踩稳，把腿给摔伤了。当时没感觉多疼，结果去了医院，小腿骨折，这运气也是没谁了。你现在这条腿不能乱动，至少得在这住个5天再走。听到我想出院，主治医师连连摇头。其实玉龙雪山是我们的最后一站，周曼的工作室出了点问题，急需回去处理。周曼闻言忙道：“那就不出，我那边的事情也就那样，拖个几天没啥。你呀，就给我安安心心在这住院。”周长安走过来道：“那可是个大单子，你也不怕你的工作室垮了？要是你一个人的也就算了，也不怕对不起你的好姐妹。”周曼听到这话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周曼的工作室当时是我们2个合开的，她喜欢设计，我正好是学这个专业的。当年和林征结婚后，我就退出了他的公司。周曼在自家公司也混腻了，我们就一起出资创办了那间工作室。不过主要是周曼在管。我那会儿虽然退出了林征的公司，不过还是替他做着很多事情。后来因为一些事情耽误了，也没有直接去参与经营。周曼嘟囔道：“那怎么办？宁宁的腿又不能动，我得在这照顾她。而且钱嘛，没了再赚就好了。宁宁肯定也不会怪我的。”哦，我刚想说一点也不怪她，不用辛苦，我的钱多的可以包养她了。结果还没说出口，就听周长安道：“这不还有我吗？这么大个活人在这你看不见？”周曼一愣：“你会照顾人？咋的？我还能没你照顾得好？你问江宁，我熬的小米粥好不好喝？要是不好喝，他能请我吃饭？”最终周曼还是走了。那个单子确实很大，他一走，单人病房里只剩下我们2个人了。周曼在的时候，好像气氛总是热烈的。她一走，病房里冷清的，似乎只能听到输液管滴滴答答的声音了。周长安，这会儿也没什么事，要不你去酒店休息一会儿？其实我答应让他陪护，只是想安一下周曼的心，我怕他不走，耽误了事情。我哪里敢让周家小公子照顾我呢？他是那样桀骜的人，似乎天生就该被别人伺候。听到我的话，周长安没有回话，依旧拿着手机在发信息。过了2分钟，他笑了起来：“
把手机扔到一边，开心道：“事情都安排好了，任务也交代下去了。江宁，我现在可以好好陪护你了。我不累，不需要休息。吃苹果吗？我给你削一个。”周长安说完，就自顾自地拿起苹果给我削了起来。接下来他是真的在陪护我，没有找护工，没有假任何人的手，大到扶我起床走路，小到给我接筷子。晚上的时候甚至打了一盆热水要给我洗脚。周长安，真的不用，我不帮你洗，莫非你自己可以？我红着脸摇摇头，不是，只是帮别人洗脚这件事，怎么看也不是他能做出来的。我可不好意思让他给我洗脚，跟我见什么外？周长安转过头，直勾勾地盯着我，那双桃花眼里透着让我害怕的情愫。我默然地低下了头，不敢看那双眼睛。周长安的大手却突然伸了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脚，放在了洗脚盆里。周长安，其实你不用这样的。周长安没有说话，他只是拉着我的脚，撩动着水花，铺在脚背上面，让我觉得痒痒的。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听见他说道：“江宁，我愿意。”周长安的话让我的心猛地跳了起来，我下意识的又想逃了，可是他这次再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他猛地抬起头，用那双漆黑的眸子紧紧地擒住我。江宁，我终于等到你单身了，我要追你，这次你记住了，错过了一次，这回我再也不会放手了。说完，周长安就擦干我的脚，把我像个易碎的瓷器一样，又小心翼翼地安置在床上，然后就端着洗脚水去了卫生间。我望着天花板，心里依旧是不可思议。他说他要追我，原来那不是我的梦。喝醉酒那天晚上，他对着我也说过这样的话，只是这件事在我听来实在匪夷所思，所以下意识地遗忘了。晚上周长安也不愿意离开，但人间有个小小的陪床，他1.8米几的人蜷缩在上面，看得我都难受。说了我要追你的，宁宁，不要推我走好吗？至少让我照顾你出院，好吗？在我的印象中，周长安从没用这样的腔调说话，他这样的示弱，竟然让我觉得如果拒绝了他，是那么的罪该万死。病房的味道并不好闻，我不喜欢医院里的那股消毒水的味道。我正在遗憾这几天睡不了美容觉了。玩了一会儿手机，睡在隔壁的周长安先睡着了，在一旁发出均匀的呼吸声，也不知道是不是睡眠也会传染。听着周长安的呼吸声，我竟然也很快也睡着了。梦里，我又梦到了以前的事情。其实我是先认识周长安的，他是体育部的部长，足球踢得很好，整天抱着足球，穿着一身白色的运动装，青春洋溢地飞奔在运动场上。为了赚钱，那会儿我总是在运动场旁的小卖部勤工俭学，他每天会去那买很多水，会让我帮忙送过去。周曼那会儿喜欢周长安足球队的一个小伙子，基本上每天都会过去看他们踢球，于是一来二去，我就跟他和周曼认识了。我对他最初是什么印象呢？大概是很受女生欢迎的花花公子，因为他换女朋友换得太勤了。可是他有那个资本，和他一样有这个资本的人就是林征，同样是天之骄子，不可一世。可他却是和周长安截然相反的性格，他性格温和，像个谦谦君子，而周长安桀骜不驯，脾气一点就炸，像个小豹子。我和周曼大学期间总爱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哪个美女能把周长安这头小豹子驯服呢？但是这个美女似乎大学4年都没有出现。林征偶尔会来这里找周长安，是什么时候我悄悄喜欢他了呢？或许是水重的抬不动的时候，他过来帮了我一把，
或者是他主动过来帮我理货的时候。我那会儿失去了爸爸，家里留下的钱也被拿去抵债了，学费是走的绿色通道贷的款，生活费就得靠自己赚出来。我在大学的时候一直在很努力地赚钱，为了赚钱，我剪了短发，就像个男孩子一样，别人也把我当成男孩子一样使唤，因为我从来不像别的女孩子一样爱撒娇，会小声地叫苦。大概是我知道，爸爸死后，即使我撒娇和叫苦，也不会有人心疼了。可是林征在我累得搬不动那一箱一箱的水的时候，过来帮忙了。他说：“女孩子怎么能搬这么重的东西呢？下次记得叫别人来帮忙。”我低头道：“没有别人。”他笑道：“那就来找我，我只要在这，就来帮你。”后来他果然只要来找周长安，就会来帮我。慢慢的，周长安他们也被他带动着会来帮我。后来林征和苏婉容谈恋爱了，他过来的就少了。不过周长安还会来，甚至有时候我哪天去迟了，都能看到周长安等着我的身影。可是那会儿我并不懂周长安的感情，因为周长安身边的美女多到让人眼花缭乱，即使懂了，我也是不敢接近他的。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是什么时候发觉他的感情的呢？大概是那会我陪着林征住在棚户区，冬天的煤炉子怎么都点不着火，我趴在地上吹着火。周长安一进来就看到我满脸灰的狼狈样子，他手里拎了一袋子的水果和我最爱吃的糕点来看我和林征，结果看到我那个样子，他整个人的脸色都变了。我知道他是心疼我，可是那会儿的我一身的干劲，一点也不觉得苦。我准备给他包饺子吃，但是拿着饺子皮的手，因为刚刚用冷水洗过衣服，肿得跟萝卜一样粗。看着我手不方便的样子，周长安后来说什么也不吃饺子了。他说他喜欢吃饺子皮，一定让我给他煮一碗饺子皮吃。我傻傻的真的给他煮了一碗饺子皮。那天林征忙工作没回来，吃完饺子皮，我独自送周长安出去。走着走着，半路上他忽然拉住我的手，他的手心很热，热得我手上的冻疮都有点疼。我本能的想要甩到他的手，可是他抓得很紧。他那天跟我说了很多话，他年少的暗恋，来不及说出口的爱恋。他说他一直喜欢我，可惜还没等他懂得，就被林征抢先了。他说他没想到我跟林征过的是这样的日子，这日子太苦了。他让我跟他走，带我去过好日子，他发誓会对我永远好。他永远也不会让我的手在这么冷的天伸到冷水里，他永远不会让我做家务，要让我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听到他的话不动容是不可能的，但是我那会心里眼里都是林征。我强硬地拒绝了他，可是他还是不愿意，固执的要带着我离开。我眼见林征回来的时间要到了，害怕林征回来看到这一幕误会。我深知此时被一连串变故打击到的林征内心是多么自卑和脆弱。那一刻，我选择了伤害周长安。我在巷子里用很可怕的话语逼他离开了。我告诉他，我永远不会爱他。后来他就真的走了。我永远记得他的那双眼睛，里面有什么东西一点点地碎开了，是被我打碎的。不久后，林征的生意好了起来，一下子接了好多生意。我知道有好几单都是周长安帮的忙，那几家公司的前缀和周长安新开的公司是一样的。赚了钱，我们的生活好了起来，搬出了棚户区，也买了洗衣机，冬天有热水器，我再也不用冻凉水了。而周长安真的和我希望的一样，很少出现在我们面前。直到3年前，我和林征结婚，他出国了之后，我彻底断了他的消息。
现在他回来了，他说他是来找我的。我记起他那天在我酒醉的时候跟我说的话了。他说：宁宁，我再也不要错过你了。第二天睡醒，周长安已经买了热热的豆浆、鸡蛋和小笼包进来了。他是真的在好好照顾我。我觉得价格最昂贵的护工都不可能比他做的还好了。害怕躺得太久静脉曲张，他每天会给我按摩腿很久，晚上帮我洗漱，帮我洗脚也成了常态。而且收拾完之后，周长安还会细心地给我的脚和手抹上一层油。他每次都要在我的手心和脚心摸索很久。要是别人来做这个动作的话，我会觉得他是在占我的便宜。可是周长安这样做，我知道他是心疼我。我的脚底和手心有层厚厚的茧子，是在棚户区那几年苦出来的。林征忘了，我也忘了，可是周长安记得。这一刻，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生根发芽。我以为住院的时间会很无聊漫长，结果没想到5天过去的那么快。出了院，周正南推着腿上打着厚厚石膏的我飞回了家。工作室的事情还没处理好，周曼晚上才有时间来看我。彼时我已经被周长安妥帖地安置在了自己的公寓里。周曼进来看到的就是靠着舒适的靠枕，半躺在床上，面前摆着 iPad， 看着综艺，手边还放着零食和水果的我。宁宁，你这日子也太爽了吧！周曼跳到我床边，意味深长地说道：看来我堂哥把你伺候得不错呀。我脸一红，曼曼，说什么呢？这是陪护。哦，原来这叫陪护啊！周曼一副我都懂的表情，让我的脸更红了。正尴尬的时候，周长安端着水走了进来。看到水，周曼笑逐颜开地伸手要接，结果周长安一个拐弯，给我放到了桌上，自己去倒。这是宁宁的，她该喝药了。周曼，好你个周长安，想拐我的姐妹儿，还不知道巴结好我，连杯水都不给我倒。你完了完了，我要跟宁宁爆你的黑料，说你的坏话，你永远别想追到宁宁了。周长安斜睨了喋喋不休的周曼一眼，道：工作室的事情看来不需要我帮忙了，你自己能处理好，那我就放心了。你果然是长大了。周曼忙换上一副笑脸，嘿嘿，说啥呢？那是还是得靠堂哥你帮忙。我就随口一说，不就是一杯水吗？我自己倒就行。宁宁，我堂哥可是顶顶好的男人，不存在任何黑料，放心，我都替你盯着他呢。周曼说完，果真自己去客厅倒水喝去了。看着他们打闹的样子，我唇角也不由得勾起了笑，好像我们又回到了大学时光。那会周长安和周曼也总是在我面前顶嘴，让人看得忍俊不禁。宁宁，听到没？我抬起眼，迷茫地看向周长安，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沉沉地说道：你最好的姐妹说我是顶顶好的人，你可以放心。看着周长安认真的神色，我的心剧烈地跳了起来。原来这就是被在乎、被宠爱、被坚定选择的感觉吗？这种感觉是真好啊，伤筋动骨100天。接下来我又躺在床上养了1个月时间的伤。这1个月，周长安也住进了我的家里。他把我的书房改成了自己的办公室，绝大多数工作都是在这里做的。我这才发现，他现在是成熟多了，也稳重多了。以前顶着周家小公子光环的他，靠着自己也变成了一个独当一面的人了。周曼会时不时的来看我，跟我聊一聊工作室的事情。以前我没怎么关注过工作室，周曼现在跟我一聊，倒是让我又有了不少兴趣。到底在这行做了很久，我的行业经验能给周曼提供了不少帮助。宁宁，你说的很好，
我听着都觉得不错，可是我觉得我做不出来。周曼听完我的建议，可怜兮兮地道：“那我帮你做，反正我现在很闲，做这点事还是可以的。”周曼闻言冲上来亲了我一口，就知道你最好了，有了事情做，我的时间过起来也快了。等到周曼第2次来的时候，设计图已经做好了。看完效果，周曼高兴坏了。宁宁，等你伤好了就来工作室一起干吧。你有这样的才华，我们的工作室肯定大有所为。看着周曼眼中的光和电脑里漂亮的图稿，我心动了。其实我现在闲着也是闲着，有的事情现在就能干，太好了。宁宁，我们的曼宁工作室要名副其实了。我的加入让周曼很开心，我也很开心，终于知道自己以后要干什么了，这让我的心定了下来。周长安今天公司有应酬回来的迟，特别拜托了周曼让他陪我一会儿。吃晚饭的时候，周曼一边刷着朋友圈，一边道：“这个不要脸的苏婉容又在朋友圈炫富了，你看看这个包，拍得这么突出，就怕别人看不见呢。”说完，周曼拿着手机让我一起看。其实我很久都不刷朋友圈了，随意地瞟了一眼，就看到照片上的苏婉容巧笑嫣然，一身精致的黑色小礼服，右手挎着一个 Gucci。的确，这个包在这张照片里是格外突出，配的纹饰日常营业，陪他去应酬。我很快收回目光，至于他是谁，去哪应酬，我不想知道，也没兴趣。周曼看我这样，知道我是全放下了，对着我笑道：“宁宁，你知道吗？其实在云南的时候，林征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问我知不知道你在哪里。我回来后，他还来工作室找过我，不过都被我骂回去了。你说你们离都离了，他还来找你干什么？真是欠欠的。”我点点头，确实欠欠的。我丝毫不在意他打听我干什么。现在林征这个名字听起来对我已经陌生到内心没有一点波澜。原来放下一个人并不难。周曼听到我的话，开心地笑了起来。这才是你吗？宁宁，我很喜欢现在离开林征的你，又自信又漂亮。话说，你和我堂哥怎么样了？什么时候收了他？听到周长安的名字，我迟疑地摇摇头。曼曼，其实我也不知道。这还有什么不知道的？这么好的男人偷偷喜欢了你这么多年。宁宁，你别告诉我你从来不知道他的心思。要我是你，有个这么帅又多金的男人，要是爱我，我管他3721，先把他收了再说，反正不吃亏。可是他是周长安呐，是周长安又怎么样？宁宁，你这么好，值得所有好的，而且享受当下不才是最好的吗？宁宁，你都离过1次婚了，别告诉我你还没想通，大不了就分开呗，至少曾经快乐过。是啊，我都离过1次婚了，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呢？今天周长安的应酬的有点久，周曼走了好一会儿，他都没回来。我在客厅里，我给他留了一盏灯，想着他应酬肯定喝了酒，又撑着拐杖去给他煮了一锅小米粥。小米粥炖得刚刚好的时候，门开了，周长安醉眼朦胧地走了进来，看见我端着小米粥从厨房单着脚蹦出来，一双眼睛星光点点，亮得吓人。宁宁，我回来了。回来就好，胃难不难受？我给你煮了醒酒茶，喝了茶再吃点小米粥，好不好？好。喝醉了的周长安格外乖，我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洗了手，喝了醒酒汤，又拿起小米粥小口小口地喝了起来。看着周长安乖乖喝粥的样子，我不禁问道：“小米粥好喝吗？”周长安点了点头：“好喝，甜甜，我没放糖。”
怎么会甜呢？周长安见我一脸不解的样子，低低地笑了起来。他笑的时候很好看，单薄的唇角微微上扬，隐藏着一股野性难驯的美。宁宁给我熬的，当然甜。说完，周长安突然凑到我的跟前，用他那双黑曜石一样的眸子紧紧地盯着我。浓浓的酒味夹杂着温热的气息，让我也不自觉地脸红心跳起来。我好像也醉了，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我的腰被面前人的大手一把抓住，炽热的吻便凌乱地落了下来。绵长又激烈的吻让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过了多久才停歇了下来。宁宁，甜吗？过了很久，我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什么，一张脸变得比周长安这个喝醉酒的人还红。你熬的小米粥很甜，我真开心。宁宁，你开始在乎我了，是吗？再给我多点时间，我会让你爱上我的。你知道吗？我刚刚应酬的时候看到林征了，他竟然跟我打听你在哪。你说他好笑不好笑？他身边陪着苏婉容，还敢向我打听你？宁宁，答应我，不要吃回头草，好吗？好，我膈应，是绝对不会吃回头草的。喝醉酒的周长安还是很讲理的，絮絮叨叨说了一会儿话，就乖乖上床休息了。我把餐桌收拾干净，碗筷放到洗碗机里，也躺到了床上。刚躺下不久，沉寂许久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我好奇地拿起了手机，除了周曼和周长安，已经很久没人跟我打电话了。况且还是这么晚，那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害怕是什么奇怪的诈骗电话，我顺手就给挂了。结果他又打了过来，这次我接了起来。喂，对方却一时没有说话。就在我没有耐心想要挂断的时候，熟悉的声音通过话筒传了出来：宁宁，是我，是林征。把他的电话拉黑后，他竟然找了一个别的号码给我打了过来。我心中奇怪，他以前可不会为了我做这种自降身份的事情。有事吗？你现在在哪？这段时间还好吗？挺好的。宁宁，林征，你以后不要给我打电话了，我不想和你有联系了。说完我就挂断了他的电话，接着又把这个号码给拉黑了。我可不会自作多情的以为他是后悔了，对我余情未了之类的。那天晚上的电话被我很快就遗忘在了脑后。我和周长安经过那晚之后，相处起来却更融洽了，或者说是我愿意为他敞开心扉了。周曼说的对，现在享受当下才是对的。更重要的是，我从周长安身上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偏爱和被坚定的选择。这种感情是我过去10年从来没有感受过的，美好到让我无法拒绝，也不想拒绝。在周长安的悉心照顾下，我的小腿终于迎来了康复。周五，周长安带我去医院做最后一次复查，大夫打了个片子一看，夸我养得好，到底年轻恢复的也快。在大夫口里听到年轻，让我身心愉悦。是啊，我才28岁，还年轻呢。走出骨科门诊，在医院的走廊上，我的嘴角不由得翘起，甩掉了拐杖，走起路来感觉格外的轻松。周长安看我这样，右手一边拿着我的拐杖，左手伸过来一把拉住了我的手。江小姐，这段时间伺候的你还不错吧？现在痊愈了，终于有笑脸了，晚上是不是该请我吃饭呢？我笑道：要请，请你吃最好吃的。我说完话，一双眼睛刚好撞到周长安的，他眼角带着笑，里面含着的是对我藏都藏不住的爱意。宁宁，你怎么在这里？一道迟疑的声音从我们身后响起，我转身望去，暗道一声人生何处不相逢，竟然是林征和苏婉容。宁宁，
你是哪里不舒服吗？莫等我回话，周长安冷嗤道：“以前是不舒服，不过现在痊愈了，就不劳你费心了。”说完，周长安还把自己1米8的大个子，半个都吊在了我的身上。看到周长安的动作，林征的嘴角微微抿起。我知道那是他不舒服的动作，不过他凭什么不舒服？苏婉容似乎感受到了尴尬的气氛，拉了拉林征的衣服道：“阿征，我们快走吧，阿姨不然等不及了。”林征这回却没有给苏婉容面子，依旧望着我道：“宁宁，你有任何事还是可以找我帮忙的。周长安直接就是我的嘴替。不需要，现在宁宁有我，不需要乱七八糟的人关心，因为他的事我都能帮他解决。既然你们还有事，我们就不打扰你们的2人世界了。”说完，周长安就拉着我的手转身就走。宁宁，我妈妈生病了，顾女士生病了。听到这话，我的步子顿在了原地，也明显地感受到了我身边的周长安，瞬间整个身子都绷紧起来。他很想你，宁宁，你能去看看他吗？林征询问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我主动拉紧了周长安的手，转身看向林征。因为我的回头，林征的脸色瞬间一亮。我默然道：“林征，我不想去，我想顾阿姨，也并不想见到我。”林征说的鬼话，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吧？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胡诌出来的。以前的时候，顾女士可是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那都看不上我的。要是真想见我，那我可就真奇了怪了。莫非以前没觉得，现在忽然又能觉得我的好了？那可真是滑稽了。回到车上，周长安脸上还是挂着笑，就像是偷吃到蛋糕的孩子一样，拉着我的手也一直不松开。你秀逗了，怎么还不开车？见他一直不开车，我忍不住道。周长安闻言笑得更开心了。我高兴，宁宁，今天是你第一次主动拉我的手，还是在林征那臭小子面前。宁宁，你可千万不能被那臭小子骗走了，真是不要脸！怎么想到要拿他妈做借口的？以后他的电话你一个都不要接，找谁做借口你都不要答应去见他，好不好？看到周长安这个样子，忽然我就笑了起来。印象中不可一世、目空一切的周小公子，竟然也有这么患得患失的一天。周长安，什么？你不自信啊？我的话让周长安一愣，在看我的时候，他竟然连眼角都红了。周长安好看的眼睛里氤氲着委屈，望着我嗫嚅半天，才控诉出口：“江宁，你没有心，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把他怎么欺负了呢。他的表现让我的心狠狠一痛。”我猛然意识到，周长安可不就是被我欺负了吗？在感情里，爱得多的那一方永远是弱势，他们忍不住患得患失，想要从对方的点滴表现中找到一点爱的证明。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抚上周长安的脸颊，抬头就吻了过去。周长安的唇上有股淡淡的清香气息，是我喜欢的味道。周长安，现在呢？我还没有心嘛。腰上忽然被一双大手捏住，周长安红着眼道：“有一点，让我考察一下到底有多少。”说完，他就俯身过来，这次再不是刚刚的浅尝辄止，而是带着独属于周长安的凶猛气息。这天过后，我和周长安算是正式确定了关系。作为离婚人士，我却是第一次感受到甜甜的恋爱。腿痊愈后，我就到了周曼的工作室和他一起上班，重新投入职场的感觉很好。在这里我又恢复了从前的活力，就连周曼都说，我现在整个人都像是在发光。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因为规律的睡眠和适当的保养，皮肤看上去又白又嫩。更重要的是，
我的脸上也有了和苏婉容一样的光泽。周曼说的真对，爱情是最好的保养品。女人可以不结婚，但是不能没有爱。以前我怎么就不知道呢？就在我的生活越来越上正轨的时候，林征又出现了。他不知道是怎么知道我现在在工作室上班的。在我下班的时候，他开着车出现在了工作室门外。林征站在车边，手里拿着一支烟，地上也有一堆烟蒂。也不知道等了多久了。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为了他的身体，从来都不让他抽烟的。他倒也是听劝，除了那会为了还钱压力大得不得了的时候。过了那段时间之后，他果然就不抽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开始吸了。不过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我看着他堵着的地方，心中叹息一声，真是不巧啊。今天周曼提前下班，周长安加班也没来接我，看来是不能不和他打招呼了。林征，你怎么在这？我的声音好像让他一惊，他立马把手里的烟扔在了地上，又踩了几脚。刚好有点事在这边办，顺便过来看看你。宁宁，你还好吗？挺好的。我随意地答道。我妈生病了，我知道，你好好照顾她。也许是我的冷淡伤害到了她。林征猛然抬起头，带着气愤地望着我道：宁宁，你能不能不要这样对我？我疑惑道：这样对你，现在我需要怎么样对待她呢？对，就像是对待一个陌生人一样，一个跟你毫不相干的人一样。宁宁，明明以前不是这样的。听到林征这么说，我差点笑了。那以前又是怎么样的呢？以前我抽烟你会说我妈哪不舒服，你比我还紧张。以前，可是这不是以前了，不是吗？林征，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和你已经离婚了，我们的感情早就是过去式了。你是忘了还是失忆了？林征急急地道。宁宁，我没忘，我也没失忆，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还可以做朋友的，不是吗？我对不起你，欠你那么多，我想弥补，你不要把我推那么远，好不好？我望着喋喋不休的林征，摇了摇头。林征，我不想让你参与我的生活，请你离开，不要再来找我，这对你和我都是最好的。林征，我已经往前看了，希望你也一样，毕竟你身边已经有苏婉容了，不是吗？林征烦躁地道。我说过我跟苏婉容没什么，你怎么就是不相信呢？说完，他看着我，忽然讽刺地笑了。倒是你，宁宁，你和周长安在一起了，不是吗？林征带着质问口吻的问话，差点没把我逗笑。这个人是真的疯了吗？我和周长安的事情，关他什么事？我坦然道：对，我是和周长安在一起了，他很爱我，我也很爱他。林征，自从我和他在一起，才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心心相印。怎么样？这个回答你满意吗？像是被我的话刺痛，林征的唇紧紧地抿在一起。我知道这是他生气至极的表现，他死死地盯着我半天，似乎是想从我的脸上找到撒谎的痕迹。可是我没有撒谎，我说的都是真的。我脸上的坦然让林征不得不败下阵来。他冷冷笑道：是吗？那我恭喜你们了。可是宁宁，你忘了我从前告诉过你的吗？周长安可不是什么好人，他大学的时候一个月换一个女朋友，你以为他是什么长情的人？他就是个花花公子，不要以为自己会是他的唯一。要我说，你还是太傻了。为了自己好，我劝你还是早点和他分开，及时止损的好。baby，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男人身上看到这点。他怎么可以这样正大光明地说周长安的坏话呢？到现在他还想站在制高点上指点我，真是太可笑了。我早就不是大学的江宁，我长大了，
而且我早就不喜欢他了。林征的话，我更不会毫无疑问地去相信。我愿意什么？林征，我说我愿意，我愿意和周长安在一起，这让我感到开心，就像我当年愿意为你付出一样。林征，你不是早就知道的吗？我就是这个个性，爱上了，我就会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只要周长安不说不爱我，要和分开，我会永远和他在一起。听到我的话，林征脸上刚刚的讥讽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眼底遮都遮不住的恐慌。他的呼吸忽然急促起来。你，呵呵，果然这才是你呀，宁宁，原来你一直没有变过，只是你别忘了，周长安是谁？周家的小公子，周家最疼爱的小儿子。你以为他妈是什么人？他会允许你进门吗？你一个离过婚的女人，还是我的女人。啪！这一巴掌我用了十足的力道。当初离婚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么想打他，他实在是太卑鄙了。宁宁，滚！不要让我再看到你。林征，现在的你让我觉得恶心，我眼中的嫌恶太浓。林征像是不敢再面对我，逃一样的离开了这里，看着他的大奔开远。我望向不远处道：看够了没？出来吧。拐角处，周长安满脸带笑地蹦了出来，霸气。宁宁，刚刚你可太飒了。我看着嬉皮笑脸的周长安道：什么时候过来的？过来一会儿了，看到他缠着你，本来想揍他丫的，结果就听到你在说爱我的好话，我就躲在那多听了几句。宁宁，原来你那么爱我呀，我都不知道。周长安的眸子里有着动人的光，我一下子心软了。那你现在知道了，知道了，我还知道了，原来这个林征这么卑鄙，竟然以前就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宁宁，我才不是滥情的人呢，大学那会我也没谈那么多，我那是不懂事，又跟几个女生玩得好，大家就传她们是我的女朋友，其实才不是呢。宁宁，其实这么多年我只爱你一个。看到周长安这么认真解释的样子，我好容易才绷住没笑。其实我哪里在意他的以前，他的以前有我的复杂吗？林征的出现没有像他想的那样给我和周长安之间造成阻碍，相反，因为周长安阴差阳错又恰到好处的偷听，现在我们两个好得像是蜜里调油，每天我都觉得自己笼罩在浓浓的爱意中。不过林征到底还是太卑鄙了。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从来都知道一个人的七寸在哪里，一刀下去非死即伤。他清清楚楚地告诉我，我不配这样的生活。周长安是我高攀不起的人。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我又碰到过几次林征，他没有再来打招呼，只是拿一双黑黢黢的眼睛远远地看着我和周长安，就像是在嘲笑我。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在一起走多远。那样的眼神让我烦躁，恨不得追上去再扇他几耳光。虽然清楚地知道我们这段感情不被看好，但是这样好的周长安，我又怎么舍得放弃？享受生活吧。我告诉自己，爱的时候好好爱，那么失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遗憾了。至少在此刻，我是认真的。变故出现在一个下午，我和周曼刚刚完成了一笔大单，两个人高兴去一个网红餐厅喝下午茶。就在我们开心地吃着小点心的时候，两个人走了过来。曼曼，你也在这？大伯母、堂姐，你们也来这玩啊？周曼站起身，不自然地道。我一瞬间就知道他们的身份了，是周长安的妈妈和他二姐。不介绍一下这位小姐吗？周长安的妈妈指着我道：这是宁宁，江宁，我最好的朋友。阿姨好，姐姐好。你也好。于是两个人的下午茶变成了4个人的。这顿下午茶吃得我积食，
我不认为他们是平白无故出现在这里的，因为他们打量我的目光毫不遮掩。曼曼，你说过江小姐离婚了，是因为什么呀？吴女士，周长安的妈妈突然问道。公开问不熟的人离婚的原因，实在是太不礼貌了。不过既然人家问了，我就满足一下别人的好奇心吧。离婚大抵是那几个原因：出轨、家暴、钱、感情破裂。不过我和前夫之间没有那么多狗血剧情，就是感情破裂了而已。吴女士听完我的回答，依旧静静地看着我。江小姐倒是一个洒脱的人，以前都在一个圈子里邻征的事情，我也有耳闻。她妈妈一直夸你说你对她不离不弃，白手起家，当年多么苦的一起打天下，你陪了她那么多年，现在她的事业如日中天，眼看着她的公司都要上市了，就这么放过她，你不觉得亏吗？说完又静静地看着我，等我的答案。我倒是没想过，我那刻薄的前婆婆顾女士会在别人面前夸我，这实在让我无法把这话和她给我的形象联系起来。我愣了一会儿，笑着回道：“我倒觉得是她亏了，我可是唯一一个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不图她钱的人。现在我走了，以后她怕是遇不到像我这么傻的人了。”我说完后，从坐下开始就严肃异常的吴女士忽然笑了，这一笑让冷硬的她整个人都亲切了起来。江小姐说的不错，确实是林家那孩子亏了。曼曼呢，闲了带江小姐到家里玩。我现在也没啥事，就喜欢和江小姐这样通透的小姑娘聊天。周曼傻在现场。哦，好。说完，吴女士对我和蔼一笑，就带着周长安的二姐走了。周长安二姐走的时候，也对我笑得可温柔了。这两个人的表现着实让我摸不着头脑。曼曼，你大伯母他们来这干什么？周曼喜笑颜开道：“我的傻宁宁啊，这你还看不懂？我大伯母看上你了呗？傻，哈哈，我这大伯母可不是一般人。宁宁，相信我，她对你印象极好。吴女士竟然看上我了，可是为什么呢？他们那样的人家，真的不在意我离过婚的身份吗？”我的疑虑在下班的时候得到了周长安的肯定。下班来接我回家一路上，周长安差点没高兴死。宁宁，我妈让我周末带你回家吃饭。我迟疑道：“是不是有点早？”周长安道：“不早了，我们都在一起小半年了，你认识我也有10年了，一点也不早。嘿嘿，我妈是想抱孙子了，但是我却没有周长安这么高兴。我是喜欢他，可是真的就要去见家长了吗？”周长安看我没有回话，又道：“宁宁，你是不是还在想林正那孙子的话？那个阴沟里的臭虫就会干这些挑拨离间的坏事。我告诉你，他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是不是忘了告诉过你，其实我妈也离过婚。吴女士竟然离过婚，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晚饭是回家后周长安做的，他一边做饭一边告诉了我关于他妈妈的生平。原来她真的离过婚，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国企小领导，婚后没几年，她就辞职下海了。下海后，她很快就赚了一点钱，赚钱后她就飘了，在外面找女人，包小三。这些行为很快就被她妈妈知道了，她妈妈也没闹，只是静静地收拾一切，准备离婚。结果那个男人见她妈妈这样，还以为她是吓唬自己，依旧一点也不收敛。因为那会她妈妈已经怀胎3月了，渣男笃定她妈妈离不开他，结果她妈妈可不是一般人。不知道也就罢了，知道了，宁愿鱼死网破，也不将就。在那个不流行离婚的年代，她自己一个人先去医院打了胎，
然后又押着她前夫一起去民政局领了证。之后，悲伤透心的吴女士辞了原来在国企的工作，一个人远走他乡，一路向南。在那里，她白手起家，建立起了自己的公司。后来也遇到了她爸爸，你知道吗？我们家那会儿门槛也不低呢。我奶奶疼我爸疼得不得了，说什么都不愿意他娶个二婚的。结果你猜怎么着？我一下子来了兴趣，怎么着？是不是你爸爸要死要活，一定要和你妈妈在一起？周长安笑道：“这也算其中一个原因。不过听我奶奶讲，她当年一路杀到阳城，就想看看那个勾搭我爸魂都丢了的小妖精是谁。结果你猜怎么着？”我捅了一把周长安：“不许卖关子，给我好好讲。”哈哈，好，给你好好讲。结果呀，他一去我妈的公司，发现坐在经理室的哪里是什么小妖精，那不就是电视里演的女强人啊！奶奶又假装成去谈生意的人，跟我妈聊了几句，就被我妈的风采给俘虏了。她说她就没见过那么会说话、会办事的女人，跟她说起话来，就算是聊生意上那些无聊的事，她都想跟她多聊一会儿。这么多年，我妈都是她最爱的儿媳。奶奶在家里最常夸我妈的一句话就是：“咱们家的主心骨不是我爸，也不是我二叔，是我妈。有她在，这个家就垮不了。”原来如此，吴女士这一生是真的很波澜壮阔了。我现在才知道，周家现在的产业其实有大半都是吴女士当年打下来的天下。周家最开始是从政的，除了周长安爸爸，没人去经商。后来他爸和他妈结婚后，周家才开始扩大商业版图，创就了现在周氏集团的繁华。也许是对这个女强人的钦佩，我对吴女士心里多了几分好感，也对周末的晚餐少了几分排斥。不管我愿不愿意，周末还是如约而至了。周长安这天中午就拉着我去买东西，我现在才发现他有多心细。他们家里几口人，每个人都有什么爱好，他竟然知道得清清楚楚。在他的带领下，我只用带着腿陪他走就行了。放心吧，宁宁，我们家人都可好了，你别紧张。我看着满满一后备箱的东西，心中暗道：紧张的是你吧？周长安同学，周曼是在家里等着我们。我们的车一到，周曼就迈着小碎步跑过来接我们了。周曼满脸春风：宁宁，你终于来了，他们都急着要见你呢。看到周曼脸上的笑意，我紧张的心放松了下来。里面的气氛似乎不错呢。拿着东西进去，我却被眼前的场景吓住了。知道人多，不知道人这么多。这顿饭，周家这是全部的人都来了吗？幸好周长安家大，不然我感觉都坐不下。客厅里满满当当的挤了足足有几十个人。我的无措很快就被冒出来的周长安妈妈给安抚了。她走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看着身后拿着一大堆东西的周长安，笑道：宁宁，你过来就过来玩嘛，拿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太见外了。来，阿姨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家里的人，免得你以后不认识。这是你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好。两个老人家一脸笑意。哎，宁宁好，长得真俊啊。来，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可要收下呀。周长安的奶奶拉着我的手，就往我的左手上戴了一个碧绿的玉镯，看那通透的颜色，一看就价值不菲。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周长安的妈妈又拉着我去了第二个人面前。宁宁，这是长安的二叔和二婶，来叫人。我抬头就看到两个气质相当不错的中年人，男的儒雅，女的温柔，正是周曼的爸爸妈妈。二叔二婶好，宁宁也好。
曼曼可在我们面前经常提起你呀。来，一点薄利，不要嫌弃。说着，就是一个大大的红包塞到了我手里，这厚度，里面装着不少啊。我回头瞅了一眼周长安，这回一趟他家也太赚了吧。不过这才是一个开始。接着，在吴女士的带领下，周长安的三叔、大姑、四婶、表婶、大哥、大嫂、二姐、二姐夫，我全部都见了一遍。结束后，手上的大红包多的都拿不住了。还好，周曼及时跑过来，从我手里接过了红包。宁宁，我帮你拿着。好，我点点头，感激地看向周曼。手空了之后，我整个人也松了一口气。这个冗长的认亲环节终于要结束了。忽然，门外又传来汽车轰鸣的声音。吴女士眼睛一亮：“宁宁，太好了，你叔叔回来了。”叔叔。不一会儿，一个剑眉星目，宛如周长安成熟版的金贵大叔迈着长腿走了进来。他一进来就朗声笑道：“咦，我儿媳妇在哪呢？”吴女士笑意盈盈地拉着我的手道：“这不在这吗？倒是你回来的这么迟，见面礼准备好了吗？”周长安爸爸这才把目光放在我脸上，他看着我就笑了，一巴掌过去拍在了一直紧紧跟在我身后的周长安肩膀上。“这就是宁宁啊，长安你小子出息了，儿媳妇不错，你和我的眼光一样好。”周长安被他爸重重拍了一巴掌，龇牙咧嘴道：“那可不是，我的眼光一向随你，好的不得了。”哈哈哈，臭小子！我忙礼貌问好：“叔叔好。”闻言，周长安的爸爸笑得更开心了：“哎，宁宁好，见面礼早就给你准备好了，等会让你阿姨拿给你。”好，没想到周家的家宴这么随和，我更没想到周长安的家人这么平易近人。周家是一个大家族，亲人众多，大家却非常和睦。这样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是自爸爸去世后我再没有感受过的。以前和林征在一起，他妈妈非常刻薄，最喜欢挑我的刺，也不喜欢多说话。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不苟言笑的，脸上常年挂着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我每次和他们一起吃饭，都是如履薄冰，生怕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惹到了他的不满。哪里感受过这样的自在和温暖？周长安的家人也给了我足够的尊重和重视，没有人来八卦我的过去，他们只是温柔地和我说着周长安小时候的趣事。吃完这顿饭，我好像更喜欢周长安了。天知道，我其实是多么渴望家庭的温暖。这一刻，周长安和周长安的家庭似乎补足了我生命中缺少的一部分。晚上回到家，我们一边拆着红包，一边聊着天。周长安拿起他妈妈给我的见面礼，嘴都要笑裂了：“宁宁，这可是我妈最喜欢的首饰，看来你这个儿媳，她是喜欢得很了。”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钻石项链，一共由12颗组成，其中最中间的那颗钻石大到耀眼，我估摸着有好几十克拉。吴女士把它放到我手里的时候说：“长安和这个项链一样，都是我最喜爱的、最珍贵的宝物。现在我把它们都交到你的手里了，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当时我是怎么回答的呢？我对着吴女士郑重地说了好，爱我的和我爱的，我一向都是珍惜的。我太知道被人辜负的感觉，所以我不会轻易去辜负别人，尤其是周长安。接下来一切似乎就很顺理成章了。被家人认可后，周长安再也不隐藏自己的本性了。他3天提一次结婚，5天来一次求婚。终于，在我和周曼把工作室的分店开启后，我接受了周长安的求婚。5月20日是个好日子，
周家最宠爱的儿子要结婚了，决定要在这一天大办。于是接下来的日子，我和周长安就开始了忙碌的生活。今天我们提前下班去试婚纱，试完婚纱，周长安一定要带我去买首饰。我不喜欢那些东西，而且你妈妈都送了我好多，不用买了。周长安拉着我的手温柔地哄道：妈妈给的是妈妈给的，我还想给你添点东西。他们都说了，结婚都要买3金5金的，你不用给我省钱。我好笑地看着周长安，他是要把仪式感做得足足的呀。我恍惚间想到，那会我和林征结婚的时候，他什么都没送过我，没有3金，没有首饰，甚至没有婚礼。他总觉得把副卡给了我，需要什么东西我自己去买，就算对我好了。我们当时就领了个证，请几个熟人吃了一顿饭，就从未婚变成了已婚。而周长安是真的把这件事情重视到了心坎里，我心中感动，笑道：那就去吧，给你一个机会表现。周长安搂着我的肩，那可真是太谢谢善解人意的宁宁了。我们去了一个很有名的珠宝店，没想到在这竟然又碰到了林征。自上次一别后，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没想到这次见面，他身边的女伴竟然换了人。他臂弯里挽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却不是苏婉容。那张脸我也认识，是最近热播电视里的女3号。我心中诧异，他这是和苏婉容分手了吗？怎么开始玩女明星了？看到我和周长安，林征的反应和我们差不多，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我们。他看到我，先是一愣，然后下意识地甩开了女孩的手，接着他的目光就落到了周长安的动作上。彼时周长安正在把一个超大超沉的金镯子往我手上戴，他走过来讥讽一笑：周长安，你现在怎么品味这么差了？竟然给宁宁买这么俗的东西。周长安没有因为林征刻薄的话生气，反而笑道：林征，这你就不懂了，结婚买3金，那是规矩，金子买得越重，就把媳妇锁得越牢。我的宁宁啊，是跑不了。林征瞳孔猛地一缩，不可置信道：你们要结婚了？怎么可能？周家人怎么可能同意？我淡淡一笑，不是很想理他。是啊，怎么可能呢？在他的思维中，我是一个离了婚、被降了档次的女人，怎么可能入得了周家的大门？这件事情，像他这种只会权衡利弊的人，怎么能理解呢？周长安把手镯给我戴上之后，冷嗤一声道：怎么不能同意了？我们周家开明得很，你都不知道我妈妈多爱宁宁。听到周长安的回话，林征的脸色陡然之间变得苍白，望着我小心地求证道：宁宁，她在说谎，是吗？周长安，你肯定在骗我，你们那样的家族怎么可能允许你娶宁宁？林征贬低我的话激怒了周长安，他猛然之间变回了原来的小豹子，一步跨过去，一把就抓住林征的领口，恶狠狠地道：宁宁怎么了？我怎么就不能娶她了？你以为谁都像你林征一样有眼无珠啊？林征，我跟你说，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了，我早就想打你了。你在背地里跟宁宁说了我多少坏话，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自己瞎了眼，忙了心，就不允许别人慧眼识珠了。这辈子能陪你吃那么多苦的人，除了宁宁没有别人了。你自己摸摸你的良心，你以后还能遇到她那样的傻女人吗？说到这，周长安忽然讥讽一笑，脸上的表情嘚瑟起来，手上也松开了抓着林征领口的动作。嘿嘿，其实你已经知道你遇不到了，所以你才嫉妒。你嫉妒我和宁宁在一起，可惜你就算嫉妒死也没有机会了，因为我们要结婚了，我们的请柬都发出去了，
本来想给你也发一份的，现在看来是用不着了，不然到时候看见我拉着宁宁的手迈入婚姻的殿堂，你不得嫉妒死啊！”林征身边的女伴看到这，眼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使劲地拉着林征的手要走。林总，我们走吧。林征却并不领情，反而气愤得一把把人甩到了一边，对着他气急败坏地低吼：“滚！”女人委屈地咬着唇，退到了一边，却没走。我顿时没了看首饰的心情，摘下手上的镯子道：“包起来吧，这个够重，我们要了。”林征死死地盯着我，不甘地问道：“宁宁，你真的要嫁给他了？”我颔首：“对，我们已经在一起了。”说着，我就抬起了自己的无名指，那里以前曾经带着一个素戒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颗亮晶晶的大钻戒。看到我手上的新戒指，林征的目光狠狠一缩，然后整个人如同被抽空了力气一般，颓然地靠在了展柜上。我心中冷笑，实在无法理解林征，他现在做出这副死样子，又是给谁看呢？我转过头，再不去看他，拿着选好的3金，就和周长安离开了珠宝店。只是走了好远，仍然感觉身后的林征似乎还一直在盯着我们看。他是真的嫉妒吗？嫉妒我找到了真爱，还是不甘心曾经的舔狗就这么离开了自己？无论是何种原因，我都不想知道了。很久之前，心里的那点爱而不得的不甘心，也早就烟消云散了。我并没有因为他今天莽撞的表现感到开心或者难受，我知道这是最好的状态，我已经完全准备好，开始下一段生活了。只是没想到那么巧，距离上次偶遇林征没多久，我又见到了苏婉容，那是在周曼带我去的一个聚会上。用他的话说，来这玩的都是圈里人。宁宁，等你和我堂哥结了婚，这些人都得叫你一声大嫂。你不知道我堂哥在这些人里面还是很有地位的。我笑了笑，没当回事。我不喜欢这里，只是这几天周长安突然有点急事出差了，走之前他托周曼一定要照顾好我。于是我这位好闺蜜谨遵自家堂哥的嘱咐，去哪都要带着我。在这个聚会上，果然如周曼所说，周长安还是有点地位，即使我们没结婚，大家已经开始叫我嫂子了。毕竟大家已经看到请柬了。这个聚会是为了欢迎一个刚从英国回来的海归办的。周曼说他叫董东，他说他出国就是混文凭的，其实学习稀烂，在国内根本上不了什么好大学，又是个二世祖，在圈子里风评不太好，人花得不得了。苏婉容和董东手拉着手，举止异常亲密。我心中了然，原来他和林征是真的断了。算起来，这两个人好像也没好几天，分了之后竟然这么快就都无缝衔接了。看到我在这，苏婉容是有点慌张的，她下意识地往董东身后躲。董东却并不知道苏婉容的意思，笑着对我道：“嫂子好，提前祝你和周哥新婚快乐呀。”我笑道：“谢谢，也欢迎你荣归故里。”董东谦虚一笑：“哪里哪里，全程我没有看苏婉容，就像是不认识她一般。”我这样的表现让苏婉容很是疑惑，但她也渐渐放松了下来，开始自如地应对着别人的招呼。其实我是真的对苏婉容没什么感觉，我跟林征都是过去式了，更何况她呢？周曼看到这一幕，走过来笑道：“宁宁，我真的很开心，你现在呀是真的放下了。”我笑道：“是早就放下了。”聚会开始，大家就玩了起来。不一会儿，周曼也凑到人群中去了。她一向就是个爱热闹的性子，我不喜欢这样的场合，坐在角落里自顾自地吃着东西。忽然，
我身边的光线一暗，转头看去，是苏婉容。江宁，我可以坐在这吗？我吃了一小口点心，随你。我毫不在意的样子，让苏婉容再次一愣，随即她皱着眉恨恨地道：“江宁，你知道吗？其实我很讨厌你，讨厌我。我还没讨厌他呢，他竟然敢讨厌我。”我放下手里的叉子，奇怪道：“你讨厌我什么？”苏婉容自嘲一笑：“讨厌你什么呢？大概是气场不合。你的哪我都讨厌。如你所见，我和林征并没有在一起。你刚刚看到我和董东一起进来，是不是很得意？以为我就是这样一个随便的女人？”我满不在乎地摇摇头：“关我什么事？况且林征身边不是也有新欢了吗？”苏婉容闻言，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一片。看来你还是不知道，那个女人和我又有什么区别呢？都是林征的玩物罢了，他的心物不热。我当年做错了事情，所以他故意接近我，就是为了来惩罚我，来羞辱我的。说着说着，苏婉容的脸上就流下了2行泪来。我一看这个，顿时抓了一把桌上的瓜子磕了起来。看来这2个人之间还发生了一段狗血往事啊，正好无聊，我顺便听听。我知道我当年不应该走的，可是我不走，难道要和他一起过苦日子吗？江宁，我不是你，我做不到和他一起熬那么久，我熬不出来的。后来我要回来了，得知了他的近况，试探性的联系他，没想到他真的回应了。江宁，我知道我罪该万死，那会就不该见他发达了，就起了要抢走他的心思。可是他也太坏了，他根本就谁都不爱，他故意回应我，只是为了报复我当年甩掉他这件事。所以现在我被他抛弃得这么惨，不得不和董东这样的花花公子混在一起。你知道他那个妈妈有多难缠吗？他身体不好，脾气还臭得要死。我去看他，他一盆尿就泼到了我身上。他说我连你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让我滚得远远的。可是我听说，当年他对你也并不好。后来那次在医院碰到你，看到林征的反应，我就知道他根本对你旧情难忘。你说这2母子奇怪不奇怪？你在的时候，他们对你不好，你走了，他们又后悔，真是太可笑了。不过更可笑的人好像是我。呵，在那次见到你之前，我还天真的以为自己要赢了。我一度以为是我的原因，才让他跟你离婚了。可是后来的事情告诉我，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根本就是别扭，就是蠢。他从来没有想清楚过你们之间的感情，所以他才会那么痛快的跟你离了婚。说到这，苏婉容抽了张纸巾，擦了擦眼角的泪，又低低的笑了起来。林征也是活该，其实他就和他那刻薄的老妈是一个个性，心里想的是一件事，表现出来的是另外一件事。他看到你和周长安在一起，后悔的要死，再也装不下去，急急的跟我摊牌了。可是我没想到啊，你却不要他了。江宁，恭喜你啊，找到了真爱。林征现在大概后悔的恨不得杀了自己。嘿嘿，想到他正在伤心，我就高兴。所以江宁啊，你一定要狠狠幸福。林征那个混蛋难受死才好呢。说完这些，苏婉容对着我眨了眨眼睛，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转身就走了。我愣愣地看着重新窝在董东怀里巧笑嫣然的苏婉容，发现她倒也活得真诚，至少坏得真诚。没想到她和林征的过往竟然是这样。不得不说，林征也够傻缺的，什么年代了，竟然还搞复仇那一套。原来我以前爱了一个这样的人，真是晦气。说得对，我得狠狠幸福，气死他。后面的2天，虽然周长安还没回来，但是周曼在叫我出去玩。
我就不愿意去了。与其去参加那些没有营养的聚会，我宁愿在家里睡觉、刷手机玩。周长安这几天拼命工作出差，其实是想把近期工作做完，给我们的蜜月创造一个长假。不过他们公司的近期工作太多了，好在加班已经告一段落，他明天就能回来了。下了班，谢绝周曼的邀约后，我回到家，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忽然又想到明天周长安回来，可以给他炖点汤喝。他一向喜欢和我炖的排骨莲子汤。我看时间还早，就起床换了衣服，准备去楼下超市买些食材回来。这家超市从不卖隔夜菜，所以这个点买菜我也放心。去了之后，发现自己运气还不错。晚上8点之后，黑土猪肉排骨开始8折销售。我买了几块排骨，又买了点新鲜的莲藕和干莲子之类的，看着蔬菜还算新鲜，顺便又买了一些别的菜。想到家里没油了，我还又拎了一桶油。等到出超市，我的2只手就拎得满满当当的了。走到楼下，我整个人都有点气喘吁吁。周长安在时，这些体力活一直是他做的。我已经很久没有拎这么重的东西了，把东西放在地上，正准备歇会儿气，一个低沉又熟悉的声音落在耳畔：“要不要帮忙？”我抬起头，就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的林征。他怎么又来了？我摇摇头，不用了。可林征像是没听到我拒绝的话一样，2步走到我跟前，就拎起了地上的2堆东西。他低低一笑：“宁宁，不用跟我客气，这些事情就该男人做才对。周长安不在吗？这些事情怎么能让你做？”我这才闻到他身上有刺鼻的酒味。我一把抓住他手里的东西，蹙眉道：“把东西还给我，不用你送。”林征一副为我考虑的样子：“可是这么重的东西，你拎得动吗？”“宁宁，我拉着东西不松手，不用你管。”“那你要谁管？周长安吗？”我的态度似乎激怒了林征，他撕破了刚刚彬彬有礼的伪装，看着我怒道：“宁宁，我说过，周长安不是好人，他花心，根本就没有什么定性，他是不会对你好的。宁宁，你不能跟他结婚。”我淡淡道：“就算周长安是这样的人，我也认了。况且，林征，我结不结婚这件事跟你没有一点关系，用不着你在这胡说八道。怎么能没关系呢？”林征呼吸突然急促起来，望着我道：“你曾经是我的妻子啊！你没了爸爸之后，我就是你唯一的亲人了，这是你自己说过的，你忘了吗？”“是的，这些话我说过。我曾经以为他会是我一生的爱人和唯一的亲人，可是他已经不是了。”林征颤抖着声音继续道：“那会儿你对我多好啊！给我大冬天用凉水洗衣服，给我趴在地上生煤炉子做饭，为了和我一起攒钱，1年都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鞋子烂了好几次，补一补还接着穿。你那会儿多爱我呀！宁宁，是我错了，我错的那么离谱，我竟然把这么好的你错过了。我离开你之后才发现，我再也找不到对我这么好的你了。宁宁，我爱你，求求你不要和周长安结婚，我们重新在一起好吗？”林征望着我，清俊的脸上落下了2行泪珠，像是我真的是他最爱最爱的人一样。这是他第一次说爱我，也是第一次为我流泪，可是我的心却毫无波澜，我甚至都没有报复他的快感。原来他是知道我的付出的呀，我一直以为他眼睛瞎呢。这样一个眼瞎的人，幸好我当时跑得快。我无动于衷地摇摇头：“林征，可是我已经不爱你了，我已经爱上了周长安，怎么办呢？”听到我的回答，林征像是五雷轰顶，愣在了原地。你真的爱上了周长安？”“是啊，
早就爱上了，我告诉过你的，忘了吗？林征全身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他抱住自己的头痛苦道：“我忘了，我真的忘了。宁宁，你也忘了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说完，他看着我面无表情的脸，又忙改口道：“你忘不了他也没关系，就当是对我的惩罚了，我不在意的。我们重新开始就可以了，就让我重新追你，我会用我的下半辈子来弥补的。我以前错得离谱，以后我会让你成为最幸福的女人的，真的，相信我。”说完，林征生怕我不答应，竟然抱着我的腿跪了下来：“求求你了，宁宁，我真的不能失去你，我后悔了，原谅我一次，好吗？”我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林征的动作。林征竟然给我跪下了，他竟然跪下了。当年他最穷的时候，被债主逼得差点跳楼，林征他也不曾这样求过任何人啊！现在他竟然给我跪下了，我的心牵扯出丝丝的痛意，为这个在感情里一点也不成熟的他，也为曾经那个傻傻的自己。要是他早点知道珍惜该多好啊！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时间不会倒流，消失的爱也不会再回来，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我叹了一口气道：“林征，已经过去了，我真的不爱你了，你起来吧。”林征听到我的话，慢慢地站起来，他嘶哑着声音道：“宁宁，你真的要这样绝情吗？”我这才发现他的眼睛红得吓人。“林征，你要干什么？”他紧紧抓住我的肩膀，眼底带着疯狂，似哭似笑道：“宁宁，我要让你记起，你爱我，你最爱最爱的人是我。”说完，残暴的吻就像暴风雨一样落在了我的脸上和唇上。疯子，林征他疯了！我拼命地推他，可他的身体就像是钢筋铁骨一样，我弱小的力气在他面前不值一提。我只能被迫承受他带来的狂风暴雨，屈辱的眼泪划下脸颊，落入唇齿间，然后我越哭越凶，林征癫狂的动作也随着我大滴大滴落下来的泪一顿。他像是被我哭的样子吓住了，两只手松开我的肩，落在了我的脸上，想给我擦眼泪。“宁宁，不哭，好吗？”“啪！你不欺负我，当然就不哭。”“啪啪啪！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玩意！”我疯狂地抽打着林征的脸，像是要把自己刚刚受到的屈辱打散。“林征，你让我感到恶心！啪！我一辈子都不想见到你，你凭什么来我这撒酒疯？啪！你以为你后悔了，我就会在原地等你吗？啪啪！别做梦了，世界不是围着你转的，你最好给我滚，一辈子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啪啪啪！林征，不要让我为曾经爱过你这件事感到后悔，滚吧！”说完，我也不管地上的东西，头也不回地跑到了楼上。我回家洗了2个澡，又漱了10来遍口，还是觉得恶心。这一晚，我几乎没怎么睡，纯粹是气的，而且打过他脸的那只手也疼得要命。我是真的气狠了，抽他的时候一点也没省力气，直到后半夜，我才抱着周长安的枕头眯了一会儿。朦朦胧胧间，我听到床头的手机响了一声，我拿过来一看，已经早上9点多了，上面是一条陌生号码来的短信，里面的内容就几个字：“宁宁，对不起，以后我再不会来打搅你了，别恨我。”我知道这是林征的告别，我删了这条信息，又顺手拉黑了这个号码。做完一切，我心里忽然有个感觉，打开门一看，门口果然放着我昨天买的东西。我不知道昨天晚上林征是不是在这里坐了一整晚，也不想去想他昨天晚上都想了什么。我只知道我和他的一切都结束了。我知道昨天晚上
我最后说的话很重，但是我不那样说，林征还会执迷不悟，这样两相遗忘就最好了。5月20日很快就到了，婚礼那一天天气非常好，我们的婚礼非常盛大，在满满的宾客中，我似乎看到了林征的脸。不过婚礼实在太忙了，我还来不及看清楚，就被周长安拉到了别的地方。再回头看去，他好像已经转身离开了，就像我们的人生从此奔向了不同的方向。拍全家福的时候，我和周长安笑得很开心，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两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周围的亲朋好友，所有人都也笑得很开心，那是他们满满的祝福。在摄影师的一声咔嚓下，我的幸福生活从此定格。我知道，以后我的人生都会像今天一样幸福，因为我终于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那个独爱我、偏爱我的那一个。愿所有的女孩在生活中都能找到独属于你的那一个。林征番外，我一直以为自己不爱江宁，我对她更多的是感激。当年选择和她在一起，是因为深陷泥沼之后的我，只有她一个人对我好。她拉着我的手说不要怕，她会陪我一直走下去的。那会的她就像是照亮我生命的一道救赎的光，我舍不得放开她。那段还债的日子太惨了，我妈又生了重病，两重压力下，还身在大学没有步入社会的我，肩膀是那么薄弱，我只能靠着江宁，好像和她并肩走在一起，我的未来才会是有希望的。她果然也和自己跟我保证的一样，帮我赚钱，陪着我一起还债。那段日子太苦了，我们住在狭小的棚户区里，晚上的灯光从来是不亮的，家里没有任何电器，但是他一点也不介意，也不怕跟着我吃苦。即使他得趴在地上给我生炉子、烧水做饭，要大冬天的用凉水给我洗衣服。刚开始我是感动的，后来我将一切看得理所当然，谁让他爱我呢？现在他对我好，我以后也不辜负他就对了。周长安对他的心思，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但是我怎么能让周长安把他抢走呢？他走了，我怎么办？于是我卑鄙的总在他面前说周长安的坏话。后来他果然听进去了，周长安再也不来我们那了，也不来找他了。我彻底放下了心，这个女人的一直陪着我了。后来我的运气不错，赚了一些钱，我们搬到了好的地方，再也不用过那种苦日子了。我身边的莺莺燕燕也多了起来，我享受着他们的殷勤，像是在报复当年那个女人对我的抛弃一样。但是女人再多，我也不会让他们登堂入室的。我家里的那个位置是要留给江宁的，只有她当年没有抛弃我，这份恩情我是要还给她的。即使我知道母亲不喜欢她，但是我还是毅然地和她领了证。领证的那天，她好开心，笑得像个孩子，说我是她永远的爱人，也是她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我敷衍地点了点头，只要她愿意，我身边爱人这个位置永远是她的，我也愿意和她处成亲人。可是再多的东西我没有的，我是真的不爱她，或者说在苏婉容在我最危难的时候抛弃我的那一刻，我就失去了爱人的能力。我以为结婚就是我对她所有的交代了，我慢慢变得夜不归宿，变得不再接她电话，回她信息，她脾气很好的忍耐了。我觉得这样很好。江宁总是那么知趣，她总能拿捏好尺度，知道自己该站在什么位置，这大概也是我当时愿意娶她的原因之一吧。不过一切在苏婉容回来的那天变了，没想到这个女人会给我发信息，字里行间充满了试探。那会我是什么反应呢？我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我知道，
我报复的机会回来了。这几年我知道苏婉容在英国留学的日子并不好过，我这样身价不菲的前男友，她当然不想错过。于是，一个痴情诱人、傻多金的男人上线了。只是计划里错漏的一环，就是被江宁发现了。他打电话告诉我，说他想离婚了。他说他不幸福，不想等我了。最重要的是，他觉得我不爱他。我说让我想一想。我考虑了一个晚上，就决定放他自由了。我的确是不爱他，从来没爱过。现在他这道我曾经的救赎之光，早就被我身边出现的五彩霓虹给遮盖住了。既然这个林太太头衔他不想要了，那我收回就好了。一切都很顺利，直到领完证的那一天，我们站在民政局外面，等着他叫的车过来。我问他以后还有什么打算，他淡淡的回道：也许会出去玩一段时间，也许会谈个恋爱，结个婚。他不准备单身一辈子。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心里一顿。我看着自己手上的离婚证，猛然发现这个女人以后的生活就跟自己无关了。不过可惜的是，还没等我想清楚，他的车就来了。没想到晚上我们在酒吧又见面了，他变得咄咄逼人，还学会了出来潇洒。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周长安竟然回来了。我在走廊上碰到抱着他的周长安，本能的想要从他手里接过他，可是伸出去的手却被周长安推了过去。他对着我恶劣的笑道：林征，你都跟他离婚了，现在还有什么资格管他？我还就跟你说了，以后你恐怕都没有这个资格了，因为老子回来就是追他的。以前是我傻，把他让给了你，没想到你竟然一点都不知道珍惜。不过也好，你不知道珍惜老子才有机会。我告诉你，这辈子对江宁我再不可能放手了。周长安抱着江宁走了，我当时也没想到。从此之后，如周长安所说，我真的再没有资格去管他了。从那天开始，我就联系不上他了。后来再次见面是医院，他和周长安在一起。我到那时候才猛然之间发现自己失去了什么。我真的再也无法参与这个女人的生活了。我看着周长安拉着她的手，极度的发狂。我卑鄙的用自己母亲的身体服软，想让她看在以前的情分上去看看她。可是她冷冷地看着我，说她不想。我妈妈估计也不想看到她。可是是真的这样吗？我带着苏婉容去看我妈，60多岁的老太太端着一盆尿就泼在了苏婉容的头上。她让她滚，说自己死都不会承认苏婉容这个媳妇，说苏婉容比不上江宁一根手指头。我当时差点笑出了口，自己这个妈和我多像啊！我们嘴里说的，平时做的，怎么和心里想的不一样呢？顾女士以前可不是这样对江宁的，在我的印象里，她从没有给过江宁好脸色。现在又是为了什么呢？太可笑了，和我一样狼狈、丑陋又可笑。我失去了报复的兴致，很快就跟苏婉容摊牌了。她果然崩溃的要死，但是看着她那副表情，我却没有一点快意。我要的不是这个，可我要的东西被我弄丢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江宁的地址，我去找他，发现他和周长安真的在一起了。我用很卑鄙的话刺他，想离间他和周长安的感情。我是真的很无耻，挑破他离婚了的身份。可是为了挽回他，无耻又怎么样呢？可惜我的离间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再次见到他，他们竟然已经开始为结婚做准备了。五雷轰顶也不过如此了。我知道自己当时在首饰店的行为就像个跳梁小丑，可是我除了那样做，我还能怎么样呢？他最后还是毫不留情地走了，只留下一颗心被掏得空荡荡的我。站在原地，
我发疯一样打听他们的事情，圈子里的事情很容易就打听到了。原来他们真的要结婚了，结婚日子是5/20，多么特殊的一个日子啊！我不禁想起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似乎每一个特殊的日子都没有仪式感，就连他的生日我都忘了。我喝得很醉，一颗心后悔得要死。我又去找他了，我知道要是再不去，我是真的失去他了。那天我做了很疯狂的事情，我被他打了很多巴掌，很疼，但是也没有我的心疼。他说不要让他为以前爱过我这件事感到很恶心。是啊，我怎么能让他觉得爱过我是一件让他恶心的事情呢？那天我在他门口坐了一夜，想到了以前很多很多被我遗忘的事情。我从那些细节中察觉到当年的他到底有多爱我。那一刻我泪流满面，可惜我懂得太迟了，一切无法重来。我用一个新号给他发了一条信息，跟他告别，让他放心，也让他解脱。可是我自己这辈子都无法解脱了。他们结婚了，那一天我偷偷去了。他们真的很幸福，他们去了马尔代夫旅游，度蜜月了。他们回来了，好像她还怀孕了。我想从他们的生活中找到她点滴不幸福的证明，也只有那样我才能开心，或者我才有机会重新和她在一起。可是他们是真的幸福，孩子生了一个又一个，每次见面他们两个都是笑盈盈的在一起。我就像一个卑鄙的偷窥者，祈祷着他们不和。可惜我的幸运早就在放弃他的那一刻被老天收回了。我的祈祷老天不会答应，他们两个那么幸福，而我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我知道我已经失去了爱人的能力，妈妈让我再找个人结婚，生个孩子。江宁孩子都2个了，我每次都笑着说好。可是我知道，我再也不可能爱上别人了，因为曾经有个那么好的女孩爱我，却被我弄丢了。